某虽不才，愿即断董卓之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哎呀，如此淡了。公元175年，大汉西平4年，曹操升任为洛阳北都尉，开始了自己的宦海生涯。此时的曹操充满了自信，他是太尉曹嵩的儿子，他爹可以轻轻松松拿出1亿钱。去年自己被举为孝廉，拿到了仕途的入场券。1年以来，在家里人的运作之下，他被火速提拔。年仅20岁的他就已经做上了京官。曹操或许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好好干，跟随着大汉的步伐，到退休的时候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夙愿，当上大汉的征西将军。因此，出于对大汉的忠诚和理想主义精神，他升任北都尉之后，开始严刑峻法，造五色大棒，专门打击皇城根底下的权贵。最轰动的便是对大太监蹇硕的叔叔下手。曹操毫不留情，以违禁夜刑的罪名，将蹇硕的叔叔用五色大棒处死。整顿行动声势浩大，一时间整个洛阳京城无人不知曹操之名。同时，有一些人也对曹操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他们结交曹操，利用曹操，跟曹操拉帮结派，组建网络。其中就有曹操一生的敌人，或者说朋友刘备。这就要牵扯到一段隐秘的往事了。因此，今天在综合了很多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刘备早年曾频繁出入洛阳，而且结识了很多权贵，而且这些记录通通被刻意删除了。西平4年即175年的洛阳，繁华雍容庄严。那时的大汉光辉照四方，没有黄巾起义，没有3分天下，甚至没有10常侍乱汉。老家幽州涿郡的刘备第一次来到了大城市洛阳。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能靠卖点鞋来换点微薄的收入，但是刘母依然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让刘备和族里的亲戚刘德然借助本地刘氏宗族好不容易凑出来的钱，一起去长安留学。与刘备和刘德然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个来自更北边的小伙伴，他叫公孙瓒。而且史书也明确说了，刘备和公孙瓒在这时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孙瓒也常常像个兄长一样，在人生地不熟的洛阳照顾呵护刘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30岁时的刘备会放弃高唐县令的职位，跑去投靠公孙瓒。你看，两个少年的友谊，或者说两位豪杰的交往，其实已经在15年前就埋下了伏笔。但是到了洛阳之后，刘备和公孙瓒在学习上的表现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人共同在当世大儒，同时也是老乡的卢植门下学习。公孙瓒非常珍惜这次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留学，他刻苦努力，尊师重道，学习成绩很好。而我们的大耳贼刘备却天天是翘课出去玩，旷课也就算了，刘备竟然还拿着宗族好不容易凑出来的学费，去学着洛阳的那些上流社会，沉迷于那些最流行的奢侈品，比如狗马、音乐、美衣服。刘备的堕落让人痛心恨铁不成钢。但是别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穷得冒泡的刘备会喜狗马音乐？最关键的是，这些花哨的玩意儿，刘备是跟谁一起玩的？首先，最有可能的就是跟公孙瓒一起。说不定刘备感觉自己的堕落固然让人不悦，但是别人的努力更让人烦恼，而拉着公孙瓒强行娱乐。当然，这是开玩笑。其实，除了公孙瓒，刘备在洛阳的很多经历都被隐藏了起来。比如说，他早早就认识了曹操。根据《英雄记》记载，灵帝末年的时候，也就是189年前后，刘备又返回了洛阳京师。说返回洛阳，是因为175年刘备求学没多久就离开了京师，因为他的老师卢植被朝廷派往庐江任职。汉代大儒的师门情谊深重，如果卢植离开洛阳，刘备要么一起跟着去庐江，要么就回老家。但无论去哪儿，刘备只是175年前后暂时的在洛阳生活过，随后便离开了。但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一离经过10余年的刘备，一回来就干了一件很惊悚的事，他竟然跟曹操一起回到了曹操的老家沛国，招兵买马，准备搞事情。那么问题又来了，一个来自幽州边境毫无名气，甚至刚丢了官的陌生人刘备，怎么可能在巍峨的首都里找到汉2代的曹操呢？就算找到了，曹操凭什么跟刘备一起共事？
还是一起去老家招兵这种异常紧要的事儿。关键词就在这个父字，就是又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次跟曹操合作之前，刘备一定还有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同曹操的交往。所以王粲才在《英雄记》中把189年俩人的合作称为父。有了之前一次甚至更多次的交往合作，这一次刘备再回京师，他才能轻车熟路地找到曹操，并跟曹操一起搞点大事情。那么我们就清楚了，其实175年在洛阳求学的时候，刘备就认识了曹操。那时候的曹操棒打权贵，那时候的刘备豪气干云，两人在20郎当的豪华年纪建立了友谊、信任，甚至理想。这才能解释在10多年后189年，眼看大汉将颓，尚且还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曹操和矢志再造大汉的刘备一起又走到了一起，回到了乡野，招兵买马，积蓄力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留学的时候身无余财的刘备会喜欢狗马音乐，因为在岁月静好的西平4年，上层社会就喜欢这一套东西。比如曹操的爱好就是飞鹰走狗，刘备拿着并不富裕的资金去大肆消费，就是想用乡里给他凑出的钱去打开与上层社会交往的渠道。话说回来，刘备拿着宗族的钱去努力开拓自己在上流社会的话语权，但其实汉末崩塌之前，刘备在洛阳活动的范围和交往的人绝对不只是曹操和公孙瓒。其实如果仔细看《三国志》，就会对刘备的一项技能感到疑惑，那就是他超级自来熟的天赋。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英雄人物，当他们接触到刘备之后，总是会高看一眼，并且给予不俗的评价。比如曹操对眼下躲避至此正在种地的刘备明确表示，天下英雄使君与操。再比如刘备去投靠已经在河北呼风唤雨、实力强悍的袁绍，袁绍竟然会亲自出城200里迎接。再比如一向谁也不服的孔融，城破之前竟然向刘备求救，吓得刘备惊呼，孔北海竟然还知道我刘备。再比如著名狠人陈规、陈登父子，一个弄吕布不弄婴儿，一个评价袁龙豪气。就这样的人一提起来，大耳贼也说刘备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而且以上评价都是在赤壁大战之前，换言之都是刘备一穷二白被人撵得满地跑的时候所做出的。当然也有人怒斥刘备，比如最可乐的就是袁术。他听到刘备率军攻击自己的时候，感到受到了奇耻大辱，说我袁术长这么大就没听过什么刘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的豪杰人物总是会一见面就会乐呵呵的跟刘备聊家常，总是不吝赞美的包养刘备，甚至那么多人都会选择与刘备合作共创事业呢？其实看完刘备和曹操在洛阳时被删去的过往，大家应该心里有一个隐隐的认知，刘备早年的事迹，尤其是在洛阳的记录被大量删除了。刘备的名声或许早在洛阳阶段就已经显闻天下了。跟大家的固有印象不同的是，刘备并非始终都势力单薄，相反，他曾经有过很多朋友，很多生死契阔的朋友。比如后来曹操的刺史千招，陈寿因为种种原因对千招的历史讳莫如深。在《三国志》里面，他只是扭扭捏捏地提到了在天下大乱之前，千招的老师曾经是大将军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的长史。除此之外的记载，便是千招辗转于各个领袖之间奔波的故事，完全没有提及他跟刘备之间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似乎能判断出，千招年轻的时候确实在洛阳生活过，主要是在车骑将军何苗手下的中央军任职的那个阶段。但是陈寿遮遮掩掩不敢告诉世人的事情，被后来我晋大喇喇的刻在了石碑上。原来千招竟然跟刘备是文景之交。晋人所立的燕门太守千招碑中明确有记载，千招和刘备从小就一块长大，两人英雄相惜，同心同德，为文景之交。只是后来千招投靠曹操，而曹操又已经跟刘备敌对，所以千招才无可奈何地低调起来，并因此在曹魏的仕途不佳。千招以及他曾经任职过的洛阳中央军，又是另一个与刘备有关的乱世故事被我们挖了出来。但是别急，我们继续，还有更多惊喜在等着。